狗杂，你又惹什么麻烦了？此时，狗杂的奶奶也是急了，不过她的脸上不仅有着怒容，更多的却是担心。奶奶，没事，这次真的没事。大人，您在这里等我，我去就来。狗杂知道楚风的修为，但是他并没有让楚风替他解决问题的打算，而是直接自己跑了出去。狗镇大哥，我来了，我来了！狗杂像孙子一样跑到了那群人身前，而他口中的狗镇大哥，正是那位有着8品天仙修为的家伙。狗杂，你借我的东西呢？那狗镇问道。狗镇大哥，在我这呢，没有丢，我保管的可好了。狗杂说话间，将一把斧子和一把锤子取了出来，而那把斧子和那把锤子，楚风之前见过，那正是狗杂他们之前在那岩洞之中去砸那庞然大物骨头的工具。楚风当时就发现这工具有些特殊了，因为哪怕那庞然大物死了，但他们的骨头也非常的坚硬，寻常的天仙镜还真就弄不碎骨头。莫说天仙镜，就连5仙镜也是很费劲，而狗杂他们能够砸开骨头，靠的正是这个工具。当时楚风就觉得这工具不简单，原来是狗杂借的。本源呢？那狗镇接过工具之后，先是收了起来，随后对其说道：“本源呢？狗镇大哥，都为您准备好了。”狗杂说话间，便将一个容器取了出来，那正是他先前小心翼翼收取本源的容器。怎么这么少？你他妈逗我呢？然而接过容器之后，那狗镇竟勃然大怒，抬腿一脚直接将狗杂踹翻在地。狗渣大哥，争抢本源的人太多了，我真的尽力了呀，我一点都没有留，我把我挖掘到的本源全部给您了。狗杂一脸委屈的说道：“我借你工具的时候就说了，你给我弄满1壶作为酬金，剩下的你可以自己留下，这是规矩。但是现在你没有弄满1壶本源，酬金不足，我管你自己留没留，酬金不足你就要补偿我。”那狗镇说道：“可是狗镇大哥，我这也有1壶了呀，我是弄满了1壶了呀。”狗杂说道：“你这是什么1壶？我说的1壶是这样的1壶。”那狗镇说话间，从身后取出了一个容器，只不过那个容器比狗杂的那个大了足足10倍不止。狗镇大哥，您当时没有说啊，而且你说1壶的时候就给了我这个壶，我以为就是这样1壶呢。狗杂有些不知所措，你自己理解能力有问题，休要怪我。男人啊，把他身上的宝物都给我翻出来，如果还不够就给我打。那狗镇说话之间便释放威压，将狗杂压迫在了地上，紧接着其他人便跑上前去搜狗杂的身上。此时楚风已经站起身来，他觉得他不能坐视不理。虽说他与狗杂乃是一面之缘，可是他觉得狗杂是一个可怜之人，并且狗杂当时明明可以继续挖掘本源的，但他却主动要为楚风带路。虽然狗杂是有私心，他的私心就是希望楚风能够冒充他的朋友，让他的奶奶开心，可是这种私心楚风是能够理解的。当然最主要的是那个叫做狗镇的太过分了，这完全就是蛮不讲理，以欺诈的行为榨取狗杂。然而就在楚风刚刚起身准备走出去的时候，身旁却掠过一阵劲风，是狗杂的奶奶。狗杂的奶奶也是一位修武者，虽然他的修为还不如狗杂，只有3品天仙的境界，但是此时的他却施展了最快的手段，直接来到了狗杂的身前。大人，别打我家狗杂，别打我家狗杂，他欠你们钱是吗？我来还，我来替他还。狗杂的奶奶把狗杂身边的人推开后，便直接趴在了狗杂的身上，生怕那些人再打狗杂。你个老不死的，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他顶替珍贵的本源？那狗镇一脸不屑地问道。大人，我有远古秘籍，这远古秘籍非常珍贵，根本不是本源可比的。大人，您看看。狗杂的奶奶说话间，便将一张纸小心翼翼地从怀中取出，递给了那狗镇。狗镇一脸不信，可还是接过了那张纸，但是接过之后便立刻撕成了粉碎，丢在了狗杂奶奶的身上。你个老不死的，敢耍老子！来人，给我打，把这个老的和小的给我一起打！那狗镇怒吼道。而他此话一出，那些狗腿子也是立刻动身，竟然真的要打狗杂的和他的奶奶，连老人家都不放过。可是那些人刚要出手，便有一股强大的涟漪释放而出，那涟漪化作劲风，竟直接将那些人吹得人仰马翻。狗杂，你疯了，你胆敢反抗！那狗镇一脸愤怒地看着狗杂，因为是狗杂出的手，当他自己遭遇危急的时候，他都没有出手，但面对他奶奶将要被打的局面，他终于还是出手了。狗镇大哥，你要打就打我，放过我奶奶吧！狗杂抱着自己的奶奶说道。狗杂，你小子倒是有点骨气，这样我给你一个机会，你跟着我混，之前的账不仅一笔勾销，从今以后在这狗氏国度内，我还能让你和你的奶奶吃香的喝辣的，从此以后过好日子。狗镇说道。听得此话，狗杂忽然笑了，在这狗氏国度之内，能过什么好日子啊？狗杂苦笑着摇了摇头，旋即说道。狗镇大哥，恕难从命了，我狗杂是不会跟着你的。妈的，你可真是给脸不要！既然如此，我就留你不的。那狗镇说话间，竟然目露杀意，他不是要收拾狗杂那么简单，他是打算杀了狗杂。可就在这时，一声咳嗽的声音如雷霆一般炸响，那突然炸响的声音让所有人都一愣，因为人们想不通是谁的咳嗽声能够如此的响亮，竟然如雷一般。最重要的是，那个声音好像还是从狗杂那个帐篷内传来的。狗杂，你也太不厚道了，遇到这种事情居然把老子给忘了。就在众人不解之际，一道身影也是从那帐篷内走了出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这个家伙是谁啊？怎么长得这么丑？当这些远古生物看到楚风之后，一个个的四目相对，因为狗氏国度并不是很大，很多人都是认识的，但是楚风却是一个陌生的面孔。丑，你们长成这个样子也好意思说我丑？此时楚风眉头深深的皱起，不过仔细想想似乎也能够理解，毕竟每个种族的审美是不一样的，而楚风变化成他们模样的时候也是随便变化的。大人，您怎么出来了？
就在此时，那狗杂在是一脸惊讶的说道：“你都快被打死了，难道老子我还看热闹不成？”楚风说道：“大人，哪来的无名小辈，竟然也敢自称大人？”听到狗杂的称呼之后，不仅狗振和他的狗腿子一脸鄙视的看着楚风，就连那些围观之人也是一脸鄙视的看着楚风，不得无礼，这位可是冰室的大人。见状，狗杂赶忙说道：“冰室的大人。”听得此话，众人一阵大笑，尤其那狗振笑得最为大声。可忽然间，他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恶狠狠地盯着狗杂：“狗杂，你当我没有见过冰室大人吗？冰室大人会穿这种破烂东西？”话到此处，狗振又看向楚风，目光变得更加阴沉：“小子，敢冒充冰室大人，这可是死罪！”听到这里，楚风已经知道为何他不相信自己来自冰室国度了，想必就是因为楚风身上的衣服，这也正常。楚风并不知道冰室国度以及僵尸国度到底该穿什么衣服，楚风这身衣服不过是自己发挥想象随便弄出来的，但听他们的语气来看，冰室的人似乎应该穿着特定的服饰。“你叫狗振是吧？”楚风问道。“老子是叫狗振，怎么了？”那狗振一脸不屑地问道。“狗振，还有狗振的狗腿子，你们仔细看看周围吧。”楚风说道。“这家伙是什么意思？”楚风此话一出，莫说狗振以及那些狗腿子不解，就连那些围观之人也是不解，因为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看到眼前的一切。楚风说道。楚风此话说完，众人还来不及反应，一股强大的威压已是自楚风体内释放而出，横扫而去，瞬息覆盖这方天地。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威压有着明确的目标，狗振以及狗振的所有狗腿子都是那威压攻击的目标。威压化作武力墙壁，自四面八方封锁住狗振以及狗振的狗腿子，并且开始对其进行挤压。而这样的结果就注定了下一刻的局面。砰砰，一阵阵闷响响起的同时，道道血花也是四溅开来，狗振以及狗振的所有狗腿子都是化作了鲜血，散落在地。见此一幕，围观的众人顿时吓傻了，许多人都是直接瘫坐在了地上，甚至有人直接吓得昏死了过去。事实上，莫说那些看热闹的人，就连狗杂以及狗杂的奶奶都被吓到了，只是顷刻之间便抹杀掉了狗振以及狗振的所有狗腿子。这等手段，他们就算从冰室大人的面前也没有见到过呀，毕竟那可都是鲜活的生命啊！现在还有人怀疑老子的身份吗？抹杀掉狗振以及狗振的狗腿子后，楚风将那冷冽的目光看向了围观的众人。拜见大人，大人，我们有眼无珠，狗眼看人低，大人千万别与我们计较啊！一时之间，那些围观之人全部跪在了地上。事到如今，他们已经相信楚风就是冰室国度的大人，不因别的，只因楚风的实力是他们狗氏的人这辈子也修炼不出来的。你们听好了，狗杂是我朋友，若是今后有人敢难为狗杂、狗振，他们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楚风说道。大人放心，我们不敢，就算借给我们100个胆子，我们也是不敢啊！那些人说话的时候，那脑袋就跟捣蒜一般，不断的落在地上，真的是都快被吓死了。大人，你别难为他们了，我的这些邻居平日里待我和狗杂还是不错的。狗杂的奶奶竟为那些人求情，奶奶，我没有为难他们的意思，我只是提醒他们，他们若是不难为你，我保证他们没事；但他们若是难为你和狗杂，我就保证他们会有事。楚风笑着说道。随后，楚风便扶着狗杂的奶奶，再度回到了狗杂的住所。大人，今日真是多谢您了，有大人您今日这番话，从今以后，在这狗氏国度，怕是再也没有人敢招惹我们了。狗杂一脸感激地对楚风说道。我直接杀了他们，不会为你招惹麻烦吧？楚风问道。不会不会，当然不会了，在我们狗氏国度，人民如草芥，就算被狗氏之人所杀都没人管。您可是冰室的大人，您杀了人，谁敢管啊？再者说了，狗振他们本来就是一群无赖，他们死不足惜。只是话到此处，狗杂有些犹豫，只是什么？你直说。楚风说道。其实狗氏国度虽然不大，但每日都会有人死去，死人在我们眼中那不过是司空见惯了的事情罢了。但是啊，像大人这样一口气抹杀掉那么多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老实说，那一刻我也是有些害怕了。狗杂说道。听得此话，楚风则是不知如何回答，因为楚风抹杀比他弱的人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做的，并不废话，直接全部抹杀。至于狗杂他们这里是如何杀人的，楚风则不清楚了。难道活活打死？相比于活活打死，楚风的方法其实更为人道，至少那死的人感受不到痛苦。当然，若论视觉冲击的话，楚风的手段的确更为残忍，毕竟直接爆体而亡，那可就是尸骨无存，魂飞魄散了。狗杂，在我看来，你也并非是那种不怕死的人，可为何先前那个叫做狗振的家伙说让你加入他们，便放过你和你奶奶，你却拒绝了呢？楚风问道。狗振，他是跟着狗玉矿做事的，而我爷爷、我父亲、我母亲都是死在了狗玉矿的手中，我若是跟了狗振，就等于跟了我的仇人。我狗杂虽然也是贪生怕死之辈，但要我做这种事，就算是我也不愿意。狗杂说道。原来如此，那你还是挺有血性的嘛，老子对你刮目相看了。楚风说道。大人，您就别挖苦小的了。狗杂虽然有些害羞，但看得出来他还是很高兴的，被楚风夸赞让他非常的高兴。那个叫做狗玉矿的，用不用我帮你处理掉？楚风问道。别，大人，千万别。听得此话，那狗杂忽然变得紧张起来。怎么了？难道你不想替你爷爷和你的父母报仇？楚风问道。想，当然想了，我做梦都想。可是我想亲手杀了他，并不想借他人之手。若是大人帮我杀了他，那也并不是我报了仇啊。狗杂说道。那倒也是。楚风点了点头，他也觉得狗杂说的其实很有道理。那这样吧，这些东西你收下。楚风说话间取出了一个乾坤袋，递给了狗杂。大人，这是什么？狗杂他们
虽然也有用来储存物品的工具，但却与乾坤袋不同，所以乾坤袋他还是第一次看见。我教你。楚风说话间便教狗杂该如何使用乾坤袋。天哪，大人，小人受不起，这万万不可。而当掌握了乾坤袋之后，狗杂则是赶忙将乾坤袋还给了楚风。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在乾坤袋之内，楚风放了许多修炼资源。虽然这些修炼资源对于楚风来说帮助已是不大，但对于狗杂他们来说，简直就是无价之宝。正因如此，狗杂才会如此，因为对于他来说，那些东西他根本就不敢收，还想不想为你父母以及你的爷爷报仇了？收下。楚风说话间，又将那乾坤袋丢给了狗杂。大人，我此时再过接住那乾坤袋，狗杂也是有些犹豫了。楚风的话显然激励到了他。是啊，他可是要为父母报仇的人，但武者修炼资源必不可少，否则就算天赋再高，也会受到限制。若是依靠自己，他可能这辈子也无法报仇。而楚风这些修炼资源给他提供了机会。记住，我的这些修炼资源不要拿出去卖，甚至不能给任何人看，你只能自己使用。就连这个袋子你都要收藏好，不能让任何人看到，否则可能会为你招致杀身之祸，就连你奶奶也无法幸免。楚风很是凝重地说道。他之所以这样警告，自然是因为楚风的修炼资源以及乾坤袋都是与他们这里不同的。楚风所拥有的修炼资源是属于他这个时代的修炼资源，但很显然，这些疾风列族所用的修炼资源还是传承自远古时期的方式。大人您放心，我一定会保管好的。那狗杂倒也谨慎，说话间便将楚风给他的那个乾坤袋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时间差不多了，我要走了。楚风说话间便起身准备离开。大人，您请等一下。可是就在楚风刚刚起身之时，狗杂的奶奶却忽然来到楚风身边。大人，今日多亏了您，若不是您，我和狗杂怕是性命难保。我们狗氏族人都是穷人，没有什么能报答您的，这乃是我们家的传家之宝，是祖上留下来的。大人，请您千万收下它。狗杂的奶奶说话间将一张纸递到了楚风面前，这张纸正是先前狗杂的奶奶交给那个狗镇，随后被狗镇撕成碎片的纸。只不过在先前楚风抹杀了狗镇等人后，狗杂的奶奶又将地上的碎片全部捡起，并且拼凑到了一起。楚风顺势接过这张纸，随后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张纸上面散发着浓郁的远古气息，说明这张纸本身的确是从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只是这纸除了是从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之外，便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了。首先，这张纸非常脆弱，这从那狗镇可以轻而易举将它撕成粉碎就看得出来了，并且这张纸上面画了一个动物，那个动物非常的丑陋，最重要的是根本看不出画的是什么，那就好像一个小孩子随手涂鸦的东西一样。而最重要的是，这张纸已经被人撕碎了不知道多少遍，也就是说，刚刚狗镇撕坏的那张纸本身就不是完整的，这张纸已经被多次撕毁，然后又经历了拼凑。想必狗杂的奶奶曾多次将这张纸拿出来，说它是一件宝贝，结果都惹得对方愤怒吧。这其实也不能怪那些人，哪怕楚风用天眼仔细观察，这张纸也是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这的确就是一张废纸。大人，您一定将它好好保管，这可是远古秘籍，我们资质平庸，无法领悟，但大人天赋超群，一定可以领悟的。狗杂的奶奶说道。好。楚风说话间便准备将那张纸放入乾坤袋之内。大人，不要这样，要将它放于胸口，必须贴到你的皮肤才行，因为秘籍它是有灵性的。狗杂的奶奶说道。此时的楚风倍感无奈，但是为了让狗杂的奶奶开心，他还是将那张纸放入了衣衫之内，让其紧紧地挨着胸口。然而就在那张纸触碰到楚风胸口之后，楚风便感觉胸口一阵刺痛，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刺入了自己的心脏一般。最重要的是，此时楚风的周围竟然开始天旋地转，周边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而下一刻楚风便落入了一个无尽的漩涡之中，他无法自控，只能跟随那漩涡疯狂的旋转。在这漩涡之中，就连楚风也是被弄得晕头转向。而当楚风落地之时，他发现周围的一切都变了，他已经不在狗杂的住处，他落入了一个奇异的世界之内。这里森林密布，几乎覆盖每一寸土地，只是那些树木却非常矮小，竟然只有1尺来高。看着那些树木，楚风就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巨人一般。可是偏偏此处的花朵却非常的巨大，有些花枝竟然有几千米那么高，遮天蔽日。看着那些花朵，楚风又感觉自己像是蝼蚁一般渺小。这里的天空非常的蓝，如深海一般，云朵也是非常奇异，就连这里的太阳都是格外的巨大，是平日里楚风所见到太阳的上百倍不止，所以这方天地也是格外的明亮。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棵植物，所有的一切都散发着浓郁的远古气息。难道说是那张纸？楚风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他知道他不可能被无缘无故被卷入漩涡，随后来到这样一个奇特的世界。若非要解释的话，那张纸，那一张被狗杂的奶奶称为是无价之宝的纸，便是最有可能引发眼前这种情况发生的根源。那这都是什么鬼啊？等了这么多年了，怎么遇到的都是这种废物啊？然而就在楚风陷入沉思之际，忽然有一道声音传来，那是一道女子的声音，并且非常的好听。楚风回头观望，却根本没有看到什么女子，而是看到了一只鹿。那只鹿比寻常的鹿要高大不少，并且它的身体也是与众不同，它就像是有玉打造而成的雕像一般，美轮美奂，简直就是艺术品。可是偏偏它是能够动的，并且此时正在盯着楚风看，一双眼睛之中还充满了灵性，那种眼神一看就知道它并非凡物。前辈，难道说您就是那传说中的远古秘籍？楚风赶忙起身，先是施以一礼之后，他以尊敬的口吻询问起来。根据楚风的猜测，眼前这位
很可能就是狗杂奶奶口中的远古秘籍。之所以会如此猜测，乃是因为那张纸上的图案，虽然那图案乃是随手涂鸦一般，并且上面的东西很是丑陋，与此时眼前这只美轮美奂的鹿似乎完全不沾边。可是偏偏形态上来看，那个随手涂鸦的东西与这只鹿还是很接近的。秘籍是什么东西？那鹿说话的时候，身体竟然开始变化，它化作了一名女子。这名女子非常的美，简直美到无懈可击。回想一下，除了看到女王大人之外，楚风还从未见过如这名女子这般令他感到惊艳的女子。可是偏偏这名女子什么都没有穿，就那样以最原始的状态站在楚风的面前。前辈，请您穿上衣衫。楚风赶忙转过头去，不敢再看。楚风不是不想看这样美丽动人的身体，楚风怎么可能不想看？只是他是真的不敢看。他能够感觉到眼前这个由鹿化作的女子非常的强大。楚风不敢得罪。哎呦，害羞了吗？你以后可还要骑着人家呢，怎么这就害羞了？那女子来到楚风身前，捏住了楚风的下巴，强行将楚风的脸对准了他的身体。这一刻，楚风也是想通了，我本不想看，但你逼着我看，可就不是我无理了。只是楚风睁开眼睛的一瞬间，内心却是有那么一点点失望，因为这名女子已经穿上了衣衫，那是青色的裙子，裙子很素，可穿在此女身上却非常的美。最主要的是，这名女子实在太美了，美到让楚风看到她都会心跳加快。楚风活这么大，除了第一次看到女王大人的时候外，还真的没有一个女子让他这般过。不对啊，虽然这名女子非常的美，无论是她的脸蛋还是身材都堪称无懈可击，可若非要说的话，她也就是颜如玉那个级别的女子。这样的美女虽然少见，可却也不至于让楚风这般就连心跳都砰砰的加快了。是这名女子身上散发的气息，她有着独特的魅力，是那魅力让我这般的。见状，楚风赶忙倒退，摆脱了那名女子。魅惑，楚风觉得这应该是所谓的魅惑之力，就如同狐狸精一般，可以迷惑他人。只是楚风定力如此之强，却不曾想也被这名女子魅惑到了。你也太害羞了吧，这样害羞又这么废物，怎么来做本神的主人呢？那女子笑眯眯地看着楚风，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那样的动人。可越是这样，楚风越是不敢直视她。楚风见过那么多美女，许多都是如同妖精一般迷人，可是与这名女子相比，那些女子都变得不值一提了。什么是妖精？眼前的这名女子才是真正的妖精，是能够迷惑楚风，让楚风这等定力的人都难以自控的那种。前辈，难道说您不是秘籍？难道那纸上的不是您？尽管楚风觉得这名女子非常危险，可楚风还是询问起来。楚风想确定这名女子的出现是不是与狗杂奶奶给他的那张纸有关。什么纸？你在说什么？本神只知道本神苏醒之后就在等待一个主人，只是这么多年了，本神接触到的人都是废物，根本不配做本神的主人。虽然你也不怎么样。话到此处，那女子妩媚一笑，继续说道，但与那些废物相比，你也算是有些优秀了，什么都怕对比啊。虽然你也没有达到本神的要求，可是本神在这里实在太久了，我想去外面看看。话到此处，那女子身形一摆，身体便化作一道流光，围绕楚风旋转。当她停下之时，已是来到楚风身前，再度化作人形，不仅用那深情的目光盯着楚风，一双纤柔的手臂更是保住了楚风的肩膀。所以你能带本神出去吗？只要你愿意带本神出去，你要本神做什么都可以哦。此时就连那名女子的声音也是变得格外温柔。见状，楚风则是赶忙摆脱女子。不是楚风不想与女子太亲近，偏偏相反，此时的楚风内心跳动的极快，并且有着一种奇特的感觉席卷全身。楚风他非常想与这名女子更亲近一点，甚至有抱住她的冲动，但这不符合常理。楚风不是这种不坚定的人，更不是那种看到美女就想抱入怀中的人，否则这么多年来有多少美女对楚风动过心，楚风又岂会一一拒绝？所以楚风知道，尽管他尽量与女子保持距离，但他还是被女子魅惑到了。前辈，您是被困在这里了吗？楚风退后之后问道。只是问话的时候，楚风都是转过头去的，他根本不敢再看女子。楚风害怕，若是再与女子对视，会被魅惑得更深，乱了心性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被这名女子控制了。在不知道对方究竟是何来历的时候，楚风必须保持清醒。真是奇怪，你一口一口前辈的叫着，却都不与我正视，你这究竟是有礼貌呢，还是没礼貌呢？那女子问道。前辈高高在上，晚辈不敢无礼，所以才不敢与前辈对视。楚风说道。依我看，你是怕爱上我吧？话到此处，那女子又来到了楚风身前。小子，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啊？难道那个人比本神还美吗？那女子问道。前辈，晚辈不敢无礼，也请前辈自重。楚风再度向后退去，真是想不到天下间竟然男人对本神的美貌不感兴趣。见楚风质疑与他保持距离，那名女子也是感到非常意外。前辈，晚辈还不知道前辈身份，不如前辈与晚辈说说前辈到底是何方神圣，而晚辈又能帮到前辈什么？楚风问道。我的确需要你帮忙，我需要你抱着我。那女子再度来到楚风身前，并且这一次紧紧地抱住了楚风，任凭楚风如何挣脱都是没用。前辈，您不要这样，前辈您请自重。楚风闭着眼睛扭着头，尽量不与这名女子发生接触。而面对这样的楚风，原本一脸温柔的女子目光则是忽然变化起来。你真的对本神不感兴趣？女子问道。晚辈不敢对前辈不敬。楚风说道。有趣。听得此话，那名女子竟然放开了楚风，并且身体向后退去。这第一关你过了。话到此处，楚风能够感觉那名女子的气息距离自己越来越远。楚风终于睁开眼眸，这才发现那美丽的女子
再度化成了那只美丽的鹿，并且当楚风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距离楚风非常的远，很快便消失在了楚风的视线之内。前辈，您到底是谁？楚风开口问道。然而，楚风此话刚刚说完，他的周边便一阵摇晃，紧接着，楚风扑通一声瘫坐在了地上。只是当楚风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发现他已经回到了狗杂的住所之内。此时，他坐在地上，而狗杂和他的奶奶则蹲在自己的旁边，一脸关切地看着楚风。大人，您怎么了？狗杂一脸担忧地问道。我也想知道我怎么了。楚风问道。您不知道您怎么了吗？就是您将我奶奶给您的秘籍收起来之后，便瘫坐在了地上啊。狗杂说道。你是说我刚收好秘籍就坐在了地上，就像现在这样？我是刚刚坐在地上的。楚风很是惊讶地问道。对啊。在楚风的连续追问之下，就连狗杂都有些傻眼了。难道说我刚刚进入那个诡异的空间内，在这个世界，时间却并没有流逝？楚风之所以有这种想法，那也是有着一定根据的。虽说他进入那个奇异的世界，总共也没有带多大会，但总归还是带了一些时间的。但按照狗杂所说，楚风则是刚刚坐在地上的，并且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地方。此时，楚风赶忙将手伸入胸膛，果然不见了。楚风内心变得复杂起来。其实凭借他的感应力，他早就感应到那个放在胸膛的纸不见了。他之所以还用手去摸索，不过是想要确认这件事而已。随后，楚风赶忙低头看向自己的胸口，但却发现他的胸口没有任何变化。紧接着，楚风使用透视的目光穿透了自己的胸膛，看向了自己的灵魂。而在自己灵魂的胸膛之上，则不再什么都没有，那是心脏的位置。在楚风心脏之上出现了一幅画，那幅画正是楚风在那奇异世界内所见到的那只鹿。只不过这幅画可不是随便涂鸦的，而是与那只鹿一模一样，非常美的画。此时，楚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的内心有些混乱，甚至就连他自己也有些懵了。事到如今，他能够确认几件事：狗杂的奶奶没有说谎，那张纸的确很不简单，不过它应该不是秘籍那么简单；而那奇异空间内能够化作美丽女子的鹿，则是更加的不简单。他没有对楚风释放任何威压，可楚风却能够感受到他的强大，否则他不可能在无形之间就将楚风迷惑。若非楚风意志坚定，很可能就要犯错了。但犯错的结果肯定是不乐观的。必定那名女子也说了，第一关楚风过了，这就已经说明他先前对楚风做出的亲密举动不过是一个考验罢了。幸亏楚风意志坚定，并且不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主，否则楚风就一定无法通过考验。而天知道无法通过考验的下场将是什么样的。楚风能够确定他不是那名女子的对手，甚至楚风能够意识到他与那名女子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最重要的一点是，那名女子竟然以神自称，并且否认自己是秘籍。那么她究竟是什么呢？奶奶，您刚刚给我的远古秘籍究竟是从何处而来？不解之下，楚风将目光投向狗杂的奶奶。事到如今，能够解除楚风内心不解的也唯有这位老奶奶了。她既然称此物为他家的传家之宝，那他一定知道此事的来历。而面对一脸好奇的楚风，狗杂的奶奶也不怠慢，而是为楚风讲述起来。当听闻狗杂奶奶的讲述之后，楚风整个人都陷入了无尽的喜悦之中，那是极度的兴奋。楚风能够确定自己是捡到宝了，这是真正的捡到宝了，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好像在大街上随意溜达，但一不小心就捡到了无价之宝一般。试问换作是谁能不狂喜？从狗杂的奶奶那里，楚风已经得知了那只鹿的来历。疾风列族的鼎盛时期其实是在远古时期，之所以这样断定，乃是因为远古时期所留下的技法以及兵刃是他们至今也无法锻造得出来的。而远古时期留下的技法之中，也有着许多连疾风列族王族都无法驾驭的存在。可要知道，自从远古之后，疾风列族便一直隐居于此，这导致疆世之中哪怕出现优秀的人才，却也无法进入王族。可这么多年的传承，王族后人之中不可避免的也出现了不少庸才，自然而然的也就有将氏族人感到不服，这也正常。修武世界向来武者为尊，实力的强弱往往便代表着地位的高低。试问谁愿意臣服于那些弱于自己的人呢？尽管王族之中也有许多高手，可毕竟也有庸才啊。臣服于比自己强的人，人们无话可说，可面对那些比自己弱许多的庸才，也要客客气气，毕恭毕敬，这自然让许多人感到不爽。所以其实叛乱这种事情，这么多年的传承间，在疾风列族内也是发生过不少。在多年之前，一个姜氏高手不愿一直臣服于王族那些庸才，便率领大军计划叛乱。他在王族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攻入了王氏国度，并且盗取了王族不少不可外传的珍贵兵器以及技法。之后，那位姜氏高手便威胁王族，除非王族将他以及他的家人提升为王氏，让他与他的家人全部列入王族，否则他便率领他的部下以及他所抢夺到的技法以及宝物，离开这个地底世界，去往外面。对于他这个要求，自然遭受到了王族的拒绝。不可避免的一场大战爆发，最终以那位姜氏高手战败结束。结果就是，不仅那位姜氏高手全家被杀，就连那些跟随他的部下，大部分也都被杀，只有少部分没有对王族造成实质性破坏的部下得以存活，但却从此被贬为狗氏。当年狗杂家的祖辈乃是那些被贬为狗氏的部下之一。当年那位姜氏高手眼看败局已定，便将一些技法以及兵器分给了部下，想让部下藏起来。只不过那些兵器以及技法全部被王族收了回去。当时狗杂的祖辈有幸得到了一个远古秘籍，就是那张楚风后来得到的纸。狗杂的祖辈当初怕被杀，
所以便将那张纸交了出去。可是奈何王族却觉得他在欺骗他们，不仅将那张纸撕成了粉碎，还惩罚了狗杂的祖辈。但狗杂的祖辈却觉得他们的将军不会骗他们，觉得那张纸虽然看着寻常，但一定是宝物，是传说中的远古秘籍，于是便将那张纸重新拼凑起来，并且当作传家宝，祖祖辈辈的传承下来。虽然从此世世代代都被贬为了狗氏，可是狗杂的祖辈却希望以后有后辈能够得到那远古秘籍的认可，若是能够得到那秘籍的认可，也许就可以逃脱这个世界，离开这里。尽管到最后楚风也不知道那个能化作女子的鹿到底是什么手段，可得知它的来历，楚风便可以越加确定它的不简单。狗杂，你想离开这里吗？你若是想离开，我可以带着你和你奶奶离开。楚风对狗杂说道。本来楚风并没有带狗杂的离开的想法，倒是狗杂祖辈的心愿提醒了楚风，大人，万万不可，我们疾风列族不可以离开这里，否则可是会死的。还不待狗杂开口，狗杂的奶奶便抢先说道，会死？为何会死？楚风问道。这么多年来，一直有人想要逃离，不仅是狗氏的人，就连兵士、将士，甚至王族之中，都有人想要逃离这里。他们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正因如此，才发生了许多叛乱。可无一例外，但凡是走出去的，就没有活着回来的。据说远古时期有场浩劫，我们虽然逃过一劫，可能够活着，却也是依靠一股力量，那力量就埋藏于这个地下，是那个力量让我们存活至今。倘若我们离开那力量覆盖的范围，就要死。狗杂的奶奶说道。浩劫？其实楚风也想过，远古时期的修武者无缘无故全部消失，很可能是遭遇了浩劫，否则好端端的不可能就突然消失啊。只是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浩劫，却没人知晓。但是之前那只是猜测，如今听闻狗杂的奶奶这样说，楚风倒是越加觉得那猜测是真的了。毕竟在此之前，楚风已经见过斩妖大帝，斩妖大帝已经明确的告诉楚风，他的残魂能够存活至今，靠的就是这片土壤下方的一股力量。而早在斩妖大帝之前，远古生物的残存者就发现了那力量。对，残存者。斩妖大帝那个时候就称这些传承自远古时期的疾风列族为残存者。残存二字是如此的凄凉，可是却与狗杂奶奶所说颇为相符。他们虽然传承自远古时期，但也不过是残存而已。既然你们有此担忧，那我也就不勉强了。只是临行之前，我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楚风看向狗杂问道。狗杂，你们狗氏的人好像不可以离开狗氏国度，就连踏入明氏国度都不行。对，大人，是这样的，哪怕去狩猎场偷取那些参天巨灵兽的本源，我们也是偷偷去的，不敢被人发现。狗杂说道。那你除了到那狩猎场，可还有离开过狗氏国度？楚风问道。没有啊，小的不敢。狗杂连连摇头。那么我就有些不理解了，你是怎么见到王族公主的？楚风问道。这个啊，大人，这也算是巧合了。来到狗氏国度的人，除了兵氏国度的外，基本不会有人来，连姜氏的人都不会来，王族的人更不会来了。可是偏偏在几年前，却突然有王族的人来了，其中还来了3个非常美丽的公主，而其中一个便是大人您给我看的那个。狗杂说道。你是说有3个王族公主来到这里？那他们是来做什么？楚风问道。好像是找什么东西，停留的时间很短，我也算幸运的，刚好在垃圾找修炼资源，就被我撞见了。王族就是不一样，那气质真是不同凡响，尤其那3位公主更是跟仙女一样啊。想到这里，狗杂整个人的表情都变得如痴如醉，而楚风则是赶忙运用结界之术，勾勒出了2张画像。狗杂，你看看，除了之前在狩猎场我给你看的那个王族公主外，另外2个与他们可有些相像。楚风将2张画像递到了狗杂面前，真的很像，简直就是啊。虽然有些差别，但应该就是他们没错了。大人，难道你也见过这3位王族公主？狗杂有些惊讶地看着楚风，可是相比于惊讶的狗杂，楚风的内心则是掀起了滔天巨浪，久久难以平静。因为他给狗杂看的2张画像乃是亚妃以及慕容婉，只不过楚风按照疾风列族的模样进行了修改而已。而楚风的内心之所以难以平静，便是因为根据狗杂的回答，楚风得以断定，不仅颜如玉在这里，亚妃和慕容婉也在。当发现除了颜如玉之外，亚妃以及慕容婉也出现在了此地之后，楚风越发觉得事情有些蹊跷，并且楚风之后还询问了一下狗杂，颜如玉、亚妃以及慕容婉来到这狗氏国度的时间，发现他们3人来到此处的时间，竟然与颜如玉3人从九州大陆东方海域消失的时间非常接近。这让楚风觉得此处的3位王族公主多半就是颜如玉、亚妃以及慕容婉了。只是他们为何会变成疾风列族的族人，又为何会成为疾风列族的王族公主，楚风则不得而知。最重要的是，为何楚风看到了颜如玉的残魂，并且残魂还叫楚风救他？那道残魂让楚风意识到颜如玉他很可能遇到了危险。不仅颜如玉，倘若他们3个一同消失，那么颜如玉遇到危险的话，亚妃以及慕容婉也都将会遇到危险。为了弄清楚真相，楚风便立刻启程。楚风穿过了明氏国度，来到了兵氏国度。一路走来，楚风得以发现，虽说疾风列族一直生活在地下，可经过多年的繁衍，他们已经在地下开辟出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世界。除了狗氏国度昏暗无比，宛如身处于炼狱之中外，其他国度都是能够看到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那等景象，美轮美奂，宛如仙境。甚至这里的植物都是远古时期的植物，就连气息也都是远古时期的味道，就仿佛这里就是远古时期一般。并且明氏国度非常的大，大到楚风穿越它
也需要一些时间，但相比于冰氏国度，明氏国度还是小了不少。冰氏国度简直大到了令楚风感到惊叹的地步。不过冰氏国度的土地面积大，倒也正常，因为这里的人口应该是最多的。在楚风看来，冰氏国度起码居住着几百亿族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甚至庞大到有些可怕。但最可怕的并非是这个数字，还是他们的实力。要知道，冰氏国度内的族人许多都是尊者境，就算有些后人和小辈还没有成长起来，暂时修为没有达到尊者境，可至少有1/3的人是已经达到尊者境的。想一想，上百亿尊者境的存在，这是一个何等强大的战力。不过这也能够理解，毕竟冰氏国度是这疾风列族的基础战力，也是疾风列族的未来。但楚风还是忍不住感叹，疾风列族这个远古族群的强大，毕竟尊者境，莫说放在九州大陆，就是随随便便一个放在百炼凡界，那都是霸主级别的存在，哪怕放到大千上界，那也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了。毕竟整个楚氏天族尊者境的强者都是屈指可数啊。可在这里，这么多尊者境的存在，竟然只是非常寻常的一个士兵，所以楚风的内心是震撼的，同时也是感到不安。只是冰氏这种底层战力已是恐怖至此，楚风能够想象姜氏以及王族拥有的战力将是何等的恐怖。最重要的是，疾风列族还是远古时期其中一个种族。这么多年来，楚风走南闯北，在其他地方也都发现过远古生物的痕迹，种种迹象表明，虽然远古时期已经成为过去，可是远古时期残存下来的族群绝对不止疾风列族一个，只不过因为特殊原因，他们暂时只能待在特殊区域，无法离开。可倘若有一天他们能够摆脱束缚，必然会重返修武世界。修武者的世界都是纷争不断，若是当代武者遭遇远古种族，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力量相互碰撞，多半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只是那个时候，现在的修武者是否有能力与那些远古时期的种族进行抗衡，这是一个未知数。至少从目前楚风所见识到的来说，似乎当代修武者还不具备与远古种族抗衡的实力。就说这诸天星域，最强的便是诸天门，虽然在诸天星域内，他们是当之无愧的霸主，高高在上，是宛如神灵一般的存在，主宰天地万物，但实际上他们连一个斩妖大地墓都奈何不了，他们的战力非常有限。他们如何对抗这个深不可测却极为完整且庞大的远古族群？不是楚风胆小怕事，也不是楚风看不起当代修武者，只是当他亲眼见到这一切之后，当他亲身接触到这些远古种族之后，楚风也是真切的明白，为何袁术的师尊那位汤臣大师要提防远古生物了。因为远古生物的确非常可怕，虽然不知道远古时期的远古种族们遭遇了怎样的浩劫，可楚风却觉得，倘若远古种族能够重返浩瀚修武界，那么这些远古种族很有可能会成为当代修武者的一场浩劫。不是楚风杞人忧天，而是假如这种浩劫真的发生，现在的楚风根本无力去保护他的家人和朋友。当然，这些事情楚风现在也没办法去想太多，毕竟他现在的能力实在有限，去操心这种事情就实在是有点咸吃萝卜淡操心了。之后，楚风又进入了姜氏国度。到了姜氏国度，楚风的内心更加不安了。这一次的不安不是因为姜氏国度的人强大，实际上姜氏国度内有着一层特殊的力量，那力量说不清是什么，也不像是结界之力，但却有着隔绝的作用。楚风在那里面感应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他根本感受不到姜氏国度内到底有着多少人，更感受不到他们的具体修为。但让楚风不安的并非是这一点，毕竟早在踏入姜氏国度之前，楚风就已经有了姜氏国度强者如林的觉悟。所以真正让楚风不安的是，当楚风进入姜氏国度的时候，楚风感觉到那斩妖大地墓内阵法的力量开始减弱。而当楚风进入王氏国度，到达疾风列族王族生存的土地的时候，楚风的不安彻底成为了现实。在王氏国度内，那股特殊的力量变得更为浓郁，而楚风不知道是受这力量的影响，还是怎么回事。总之，当楚风踏入这里的时候，楚风身上那斩妖大地墓内阵法的力量彻底消失了。也就是说，此时的楚风已经没有了那斩妖大地墓的阵法力量保护他，他若是想继续前行的话，便只能依靠自己。看一看这深不可测的国度，又想一想颜如玉、亚妃以及慕容婉，楚风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楚风躲到暗处，将自己身上的服饰从姜氏改变成了王族，随后便继续深入。楚风他还是决定以身犯险，毕竟他进入此处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弄清楚颜如玉三人到底经历了什么，想知道他们三个人现在过得是否好。只是现在的楚风已经没有了斩妖大地墓内阵法的力量，他身处在这王氏国度之内，也就不敢动用武力。这种时候，楚风忽然想到了密洞群圣给他的那条虫子，通过那条虫子，楚风成功暗算了一名王族成员。而幸运的是，那名王族成员他竟然知道那3位王族公主所在的地方。在那位带路之下，楚风进入了一座宫殿。楚风命令那个被远古虫子控制的人去敲开宫殿的门。何人？当宫殿门打开的同时，一道声音也是随之响起。听到那个声音，楚风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的内心更是充满了喜悦，因为那个声音楚风认得，他不可能忘记那个声音，那是慕容婉的声音。果然，当殿门打开之后，一道身影也是浮现在了楚风眼前。这个人正是慕容婉，只不过此时的慕容婉与壁画上的颜如玉很像，他已经不少人族的模样了。此时的他乃是疾风列族的模样，不过还是能够分辨得出他就是慕容婉。通过殿门，楚风能够看到在那宫殿的大殿内还有着2道身影，而那2位正是亚妃以及颜如玉。公主殿下，有人找你。那位已经被楚风操控的王族之人指向楚风，你找我？
慕容婉打量着楚风，目光之中充满了陌生。公主殿下，我可以进去吗？楚风问道。不可以，你没有资格进入这里。还不待慕容婉说话，那亚飞便开口了。相比于慕容婉，亚飞整个人高高在上，她的气场非常的强大，无论是那个神态，还是那不可一世的模样，都让楚风想起了当初他刚刚见到亚飞时的场景。只是我是非要进去不可了。然而楚风说话间，便一个箭步踏入其中，并且强行将那殿门封锁。大胆！当楚风踏入宫殿的那一刻，亚飞的身上便释放出了磅礴的威压。九品尊者，那是亚飞如今的修为。想当初在东方海域那般弱小的他，如今竟然有了如此强大的修为。只不过楚风可不是吃素的。只见楚风眉头雷纹涌动，同时雷霆铠甲释放而出，他的战力瞬息超越了九品尊者，强大的威压横扫而去，不仅将亚飞的威压吞没，更是覆盖了整座宫殿。此时不仅亚飞面露痛苦，颜如玉以及慕容婉皆是如此。楚风看得出来，虽然颜如玉和慕容婉没有出手，但他们的修为应该也是弱于自己的，否则不可能被自己此时的威压压制住。大胆，竟敢对我们出手！你知道我们是谁吗？亚飞怒声问道。你们三个冷静一下，先看看我是谁。楚风说话间，面容便开始变化，恢复成了自己本来的面容。看到楚风之后，三人皆是一愣。只是很快，慕容婉他们的眼中便涌现出了惊恐。男人啊，有人族闯了进来！猛然间，亚飞发出了怒吼。见此情形，楚风也是心中一紧。很显然，亚飞他们并不认识自己。你们不认得我？楚风问道。我们怎么可能认识你？赶快放了我们，否则王族侍卫到了，你必死无疑。慕容婉说道。可恶，怎么回事？此时，楚风暗叫不好，他能感觉到，此时真的有强大的气息正在靠近。可是，当他进入此处的第一时间，明明就已经有结界之力封锁了这个宫殿，亚飞他们的声音不可能传出去啊！你们到底是谁？楚风怒声问道。你来找我们，还来问我们是谁？该问这种问题的应该是我们吧？你到底是谁？为何要来这里？难道你是想行刺的吗？此时，那颜如玉也是开口了。相比于高高在上的亚飞与那一脸陌生的慕容婉，其实颜如玉也是一样，她并不认识楚风，对楚风充满了警戒。尤其是当她发现楚风竟然是人族之后，对楚风更是充满了敌意。该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楚风心中不解，若只是外貌相近也就罢了，可就连声音都是一样的，他们应该就是颜如玉、亚飞以及慕容婉本人。可是为何他们不认得自己？为何？楚风看到了颜如玉的残魂，向自己的求饶。难道说他们真的是疾风猎族，只不过占据了颜如玉、亚飞以及慕容婉的躯壳，就像月仙占据了苏柔、苏美的躯壳一样。不过月仙虽然占据了苏柔、苏美的肉身，但却并没有伤害他们。苏柔和苏美的灵魂还都在那身体之中，只是被月仙压制了。但倘若眼前这三位也是占据了肉身，定然不像月仙那般温柔，很可能他们已经强行将颜如玉、亚飞以及慕容婉的灵魂驱逐了出去。正因如此，楚风才会看到颜如玉的残魂。你们这些畜生，快说，你对亚飞、颜如玉还有慕容婉做了什么？猛然间，楚风暴怒，说话间便加强了自己的威压。这种情况下，慕容婉、亚飞以及颜如玉三人也是面露痛楚。可就在这时，那紧闭的殿门却被打开，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威压也是从天而降。楚风根本无法判断对方的修为是何境界，只能感觉到那威压极其强大，那是可以将自己抹杀的威压。完了，在这一刻，楚风也是感叹自己完了。对方只要想的话，可以在这一刻杀死自己，而他根本连反抗的机会都是没有。只是他不甘心就这样死了，他很不甘心。他不甘心不仅仅是因为他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做完，而是连死他都不知道亚飞、慕容婉以及颜如玉三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下一刻，阵阵惨叫却从外面传来。楚风回头观望，有大量的王族侍卫已经来到了门口。可是那些王族侍卫此刻却如惨叫连连，一个个的如同落叶一般不堪一击，被强大的力量不断的击退。而击退他们那力量的，正是此时冲入这大殿的威压。但楚风却没有看到那威压的主人，楚风更是不知道那威压的主人为何释放出这道威压，击退疾风猎族王族的人。就在楚风不解之际，他的身体忽然被那威压缠绕，紧接着身体便无法自控的被那威压带离了此处。速度很快，楚风很快便离开了王室国度，穿过了重重结界，穿过了重重土地，并且最终返回到了地面之上。楚风他落地之时，已经回到了斩妖大地墓的旁边。他回来了，是被那威压带回来的。砰砰砰砰！可紧接着，原本平静的大地突然如同火山喷发一般，漫天的土壤冲天起，滚滚尘土化作磅礴的尘埃，覆盖这方天地。紧接着，一道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了楚风的视线之中，那正是疾风猎族王族的侍卫。大胆人族，竟敢擅闯我疾风猎族领地！此时，王族侍卫手握兵刃，直奔楚风而来。楚风感受不到对方的修为，但却知道对方非常的强大，至少也是至尊境，并且绝对不是一品至尊那么简单，因为他们给楚风的压迫感很强，比诸天门拓跋承安带给楚风的压迫感还要强大得多。这说明这些家伙很可能是3品至尊之上的修为，甚至比3品至尊还要强大得多。哼，这里可不再是你们的领地了。尽管此时楚风的身边已经没有了那强大的威压守护，可是楚风面对那来势汹汹的疾风猎族族人却并不惧怕，因为此时楚风的身上已经再度得到了斩妖大地墓内守护阵法的力量。猛然间，楚风身上的阵法力量如同潮水一般冲击而去，任凭那王族侍卫如何强大，强大到深不可测，可在楚风那阵法力量的勉强，他们就像是一群巨鲸落入了滔天巨浪，
他们如何挣扎，也无法摆脱那力量，只能随波逐流，被那阵法的力量所压制。原来是斩妖大帝的人。斩妖大帝说好了互不侵犯，如今却又派人潜入我族之中，你也太不君子了吧！忽然之间，一道声音响起，那声音格外的刺耳，甚至神圣无比。当那声音响起之后，一股强大的力量从地底冲出，紧接着排山倒海一般向楚风冲击而来。见状，楚风赶忙加强阵法力量与之对抗。可是楚风的阵法力量此时面对对方的攻势，却如同江河流入大海。楚风的力量不仅无法与对方抗衡，反而被对方的力量所吸收。很快，对方的力量便来到楚风身前，并且将楚风压迫在地。紧接着，楚风能够看到一道身影自地底冲出，那是一只长达万米的巨兽。不过那巨兽却并不是压制楚风的人，压制楚风的乃是骑在巨兽身上的那位。那是一名男子，看样子不过是中年模样，但他的气息却非常强大，强大到了难以估量的地步。此人身上穿着铠甲，他的铠甲与寻常将士以及王族的铠甲皆是不一样。他的铠甲不仅看上去更加霸气，就连材质也是非同一般，并且他的身后还有着一道巨大的斗篷。无论是那独特的铠甲，还是身下强大的坐骑，或他那强大的气息，都证明了此人哪怕在疾风列族之内，也都是非常强大的存在。斩妖大帝，你出来说清楚，否则我就杀了你这个狗腿子！那位将目光投向了斩妖大帝墓之内。斩妖大帝已经走了。就在这时，一道呻吟响起，那是一道苍老的声音：“你是何人？”那位忽然将目光望向虚空，因为那道苍老的声音正是从那虚空深处传来。老夫是何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并不属于这个时代，这里也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请你们回去吧。现在回去，老夫可以既往不咎。那道声音再度响起，虽然声音平静，可话语之中却充满了威胁之意。那位竟然在威胁强大的疾风列族，一群后世废物也敢威胁本族，找死！猛然间，那只庞然大物发出一声怒吼，紧接着便冲天起，它的速度极快，眨眼间已经消失在了楚风的视线之内。此时天地间变得格外宁静，无论是楚风还是那些疾风列族的大军，全部凝视着虚空，他们在等待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发生。可是哪怕那虚空深处也是非常的宁静，并没有他们所期待的轰鸣传来。忽然一道身影从虚空深处浮现，并且快速的向下坠落而来。只是看到那位之后，莫说疾风列族感到震惊，就连楚风也是感到震惊。此时从天降的那位正是刚刚冲入虚空深处的巨兽。不仅是那只巨兽，在那只巨兽的身上，那位强大的疾风列族族人此刻也正在跟随巨兽一同坠落，并且在他的脸上还布满了痛苦之色。大人！见状，疾风列族的众人赶忙冲天起，将那巨兽以及那位所谓的大人给接住了。然而刚刚接住那位之后，一股强大的威压忽然从天而降，紧接着天上地下所有疾风列族的族人都被那威压给强行打入了地底之中。疾风列族的族人听好了，这一次只是一个警示，若是再有下一次，老夫便大开杀戒了。那道苍老的声音再度响起，当那道声音响起之后，那压迫住疾风列族的威压也是忽然消散。可恶！此时疾风列族的众人一脸的不甘，可他们却没有再进行反击，甚至没有过多的停留，而是身形一转，消失在了地底深处那巨大的深坑之中，应该是回到了他们的地底世界。他们怕了，面对那位老者，就连这些强大的疾风列族也是怕了。晚辈，多谢前辈相助。此时楚风赶忙对着虚空施以拜谢大礼。楚风能够感觉到刚刚从天而降的威压，正是之前进入了王室国度，将楚风从王室国度内带到这里的威压，所以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在出手。这个出手之人便是那位隐藏在虚空深处强大到深不可测的老者。只是楚风拜谢之后却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虚空之上再也没有传来声音，若不是地上那巨大的裂痕，深邃的巨坑还摆在那里。楚风甚至怀疑刚刚是不是错觉，这位前辈实力也太强了，看来是我小看这个时代的修武者了，弱小的只是祖武星域以及诸天星域而已，在其他星域还有高手坐镇，原来这个时代还有修武者能够与远古种族抗衡。只是刚刚出手的那位究竟是谁？会是袁术的师尊汤臣大师吗？此时楚风有了这样一个疑问，倘若不是汤臣大师，又会是谁呢？不过不管是谁，这总归都是一个好消息，证明当代修武者当中的确是有人能够与远古种族抗衡的。只是亚飞、颜如玉、慕容婉三人让楚风有些惆怅，倘若他们三人真的被强行占据了肉身，而他们的灵魂遭到了驱逐甚至是抹杀的话，那么楚风就算想补偿他们也是没有机会了。不过倘若他们三人真的已经遭遇了不测，那么无论下这个毒手的是谁，楚风都不会放过他们，哪怕是这个强大到深不可测的疾风列族，楚风也绝对不会放过他们。但是至少现在的楚风无法与疾风列族抗衡，哪怕借助了斩妖大帝墓内阵法的力量，都不是疾风列族的对手。楚风真的不敢再贸然进去了，如果再进去就真的是去送死了。而算一算时间，距离诸天门举办的那场盛世还有些时日，所以楚风决定先不去诸天门，而是留在轮回上见。楚风准备去找宋哥。楚风当初只考虑不给楚氏天族引来祸端，所以他变为了修罗的模样。于是自从来到诸天上界后，他就一直是修罗的模样。可在楚风招惹诸天门之前，楚风就已经以修罗的身份结交了一些人，其他人楚风倒是无所谓，但是宋哥若是因为自己而遭遇祸端，那楚风良心上可就过不去了。所以楚风是想找到宋哥，将宋哥带往一个安全的地方，就连那个安全的地方楚风都想好了，七阳山脉是最好的选择。而楚风相信以袁术的为人，
也是愿意收留宋哥的。这气息，只是还未来抵达七阳山脉下的秋洛村，楚风便眉头紧皱起来。他闻到了一股血腥味，非常浓的血腥味，而那血腥味正是从宋哥所在的秋洛村传来的。楚风有些担心宋哥遇到麻烦，于是赶忙加快速度。只是当楚风来到秋洛村之后，内心更是一紧。此时的秋洛村横尸遍野，鲜血满的，所有秋洛村的人都死了，没有任何生命留下，甚至那些死去的人死状非常的惨，他们生前似乎遭到了酷刑，一个个的面目全非，就连本源都被榨干了。楚风甚至无法判断出哪一具尸体是宋哥的。可恶，可恶啊！看着那一座座被摧毁的房屋，再看到那一个个惨不忍睹的尸体，楚风的内心愤怒的同时，更多的却是自责。他还是来晚了一步，可是他其实早就应该来找宋哥的，在得罪了朱天门的时候，就应该立刻来找宋哥，将宋哥转移到安全的区域。毕竟以朱天门的手段，若想查谁与楚风相关，并不是一件难事。此时楚风悔恨不已，他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宋哥，他陷入了无尽的自责之中。楚风，可忽然之间，一道声音传来，那声音竟然是宋哥的声音。听到这个声音，楚风赶忙顺身观望，只见一道身影正站在虚空之上，望着楚风，而那个人正是宋哥。宋哥，你没死！见到宋哥，楚风赶忙迎上前去，仔细打量，发现果然是宋哥，这是怎么回事啊？而宋哥则是一脸不解地看着楚风。随后经过交谈，楚风也是得知，前段时间宋哥出门探望朋友，今日刚刚回来，而回来的时候便看到了楚风以及这被屠杀的村子，而楚风也将事情的经过告知了宋哥。他得罪了朱天门，这很可能是朱天门干的，目的就是报复楚风。朱天门嘛，修罗，你也不要自责，这种事情也怪不得你，要怪只能怪朱天门太过心狠手辣，竟然滥杀无辜。不过修罗，你怎么那么傻呀？你得罪谁不好，你竟然得罪朱天门？朱天门可是朱天星域的统治者，他们之中高手如云，你怎么能与他们作对呢？你赶快离开朱天星域吧，这朱天星域你不是不能带了，不然以他们的能力，迟早会抓到你的。村子被屠，宋哥并没有因为秋洛村被屠杀而责怪楚风，反而安慰楚风，并且非常担心楚风。这也难怪，他毕竟是朱天星域的人，在他的印象中，朱天门乃是传说中的存在，甚至是他们这些凡人所无法触及的仙门。在宋哥眼中，朱天门那种势力简直无所不能，是真正的不可抗衡的存在，所以他才会如此担心楚风。放心吧，我可以处理的。我比较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见你没事就好了。只是若是继续放任你不管，我怕是要寝食难安了。这样吧，你随我去七阳山脉吧。楚风说道。七阳山脉？去那里做什么？宋哥问道。去找袁术大师，我厚着脸皮求他的话，他也许愿意让你留在七阳山脉。若是这样的话，我也就放心了，毕竟七阳山脉还是很安全的。楚风之所以觉得七阳山脉安全，那也是有理有据的。先不说袁术已经告诉过楚风，七阳山脉有着极为强大的守护阵法，甚至能够抵挡远古种族。单说袁术本身，那也是有靠山的，他的靠山可是汤臣大师，只是汤臣大师隐姓埋名，没人知道他这位存在罢了。但身后有汤臣大师做靠山，楚风觉得整个朱天星域几乎没人敢惹袁术，就算惹了，那也是踢到了一块钢板，倒霉的只有他们自己。你是说你认识袁术大师？可是当听闻楚风的话后，宋哥却是一脸惊叹。对，你愿意去吗？若是愿意去的话，可以将你父母的坟迁移过去，当然要先经过袁术大师的同意才行。楚风说道。我愿意，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了。宋哥连连点头，整个人都变得兴奋起来。虽说经历他父母的事情后，他已无心修炼，可终究他还是一个修武者，他非常清楚七阳山脉是什么样的地方，他更是知道袁术大师是怎样的存在。倘若对于宋哥来说，朱天门是仙门，朱天门的人皆是如同神灵一般的存在的话，那么在他眼中，七阳山脉也是仙门，袁术大师也是如同神灵一般的存在。你真的认识袁术大师？你不会是在与我开玩笑吧？可是紧接着，宋哥的小脸又是一边，他竟然有些怀疑了。他并不是不相信楚风，而是对于他来说，这简直像是做梦一样。想一想，他之前不过是冲虚关的一名长老，莫说朱天门，整个轮回上界而言，他都是非常卑微的存在，如今却要进入整个朱天星域各方高手都想进入的七阳山脉，他真的感觉如同做梦一般。我像是开玩笑的人吗？走吧。楚风先是运用结界之术，将他与宋哥隐藏了起来，这才御空而行。因为秋洛村就在七阳山脉，所以楚风很快便来到了七阳山脉的登山之处。楚风没有丝毫减速的打算，而是直奔七阳山脉而去。修罗，快停下！有结界，七阳山脉有守护结界，若是硬闯，我们是要倒霉的。见楚风竟然直奔七阳山脉而去，宋哥则是有些慌了。